嗨，大家好，周五又见面了。前几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了为何有些人拿不到银行的贷款，其中提到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做好债务管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是好债务？什么是坏债务？如何做好债务管理？一个视频教您理清债务问题。不想月底光光，不想到年老了看着别人过得很滋润，自己还是一无所有，那请一定好好看看这期视频，并行动起来。那什么是坏债务呢？基本记住一个重要的原则，也就是不能给您带来被动收入，不能改善您的财务状况，甚至对您财务状况产生消极影响的债务，就是坏债务。比如个人消费品，包括买名牌、买奢侈品，别的满足自己消费欲望的东西。相信大家都听过这类新闻：某某大学生为了买 iPhone 手机不惜裸贷，或者为了充面子买名牌刷爆信用卡，这些都是坏债务很典型的例子。包括大家都认为是好债务的自住房贷款也是坏债务，而且还是一笔最大的坏债务，因为您每个月要往里面还贷款，因为是自住，没有租客给您房租，帮您分担这笔贷款，都要靠您自己的主动收入往里面填。还有很多人觉得是刚需的代步车子也是坏债务，从离开车行的那一秒，这个新车就变成了二手车，折价了很多。聊完坏债务，那什么又是好债务呢？反向来推，当然就是能为您带来被动收入，能改善您经济状况的债务就是好债务。比如好债务的典型例子就是投资房，因为每个月您都能收到租金，有租客帮您付房贷，在享受每个月有一定部分的本金存下来的同时，还能享受到将来房地产升值带来的额外惊喜，真正让您在和朋友喝咖啡、睡觉、休闲的时候都在赚钱。所以即使您买投资房借了债，却一点没有影响您的生活质量，还让你享受到很多被动收入。除了投资房，别的用于提升自己事业、增强工作效率、生产效率的债务也是好债务。比如您有一个很挣钱的项目，需要和银行融资，比如您是工厂，为了能提高效率接更多的订单，和银行借债买机器来加快生产，农民借钱买拖拉机，提高农作物产量等，这些都是好债务，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被动收入。当然，好坏债务没有绝对的界限，如刚刚提到的借债买 iPhone 手机这个例子，如果借款人买这个手机不是单纯为了娱乐消遣，而是把它当成一个网络创业的工具，那他立马就从坏债务转成了好债务。本人就是利用一部 iPhone 手机开始网络事业，创造了很多被动收入。自住房也是一样，如果您购买它的顺序变一下，或者利用它购买到更多能产生被动收入的资产，它立马就变成了最大的好债务。因为这期时间有限，就不详聊具体怎么操作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下几期我们会专开一档深耕这个话题，小伙伴们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打开旁边小铃铛。我们所分享的每期节目都是通过实操总结出来的干货，这是一档专门让您变有钱的节目，大家不要错过。看到这里，也许有些房东朋友会说，不见得所有的投资房都是好的债务，因为有些投资房很难找到租客，增值空间也不大，那是因为很多房东是新手，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挑选房源，如何筛选租客，
我们10多年投资的物业95%都是稳赚的，给我们带来很多被动收入和增值的。来日方长，以后我们也会和大家好好分享如何避开投资房地产遇到的坑，所以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好了，上面好坏债务已经解释清楚，那聊聊如何做好债务管理，鼓励小伙伴们实操起来，光听不做是没有用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好坏债务用一张表格清晰地列出来，坏债务要尽力减低或者去掉，如很多不必要的消费，买了过多的包包、鞋子，不但占空间，更占资金。尽力挑一些实用简洁、能长期使用的产品，而不是单纯追求名牌。能否把去餐馆的次数降低，多在家做饭，不但省钱还健康。看到这里，也许小伙伴们会说，那干脆把信用卡取消掉，强制自己不要消费。这我是不鼓励的，因为现在银行判断您信用记录都是要通过信用卡使用的状况来评估的。建议您保留2张左右的信用卡，可以用信用卡消费，但是要限定金额，告诉自己每个月不能超过这个金额，并记得每月按时还款，这样能积累到好的信用记录。去掉坏债务后，相信能省出好一些钱，这些钱可以放进好债务里。比如能否购置一些器材来帮助自己创业，以便取得更多被动收入？能否存下一小笔钱作为项目启动资金？鼓励小伙伴们多尝试、多实操、多尝试不同方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能点进这个视频来看的小伙伴们，已经比别人先迈出了一步。只要好好做好债务管理，相信一定能比别人更快达到财务自由。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期内容能带给您一点点启发。喜欢这期视频的小伙伴们，希望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给我们点个赞，并把这期内容分享给身边的人，相信他们会很感激您想到了他们。制作视频不易，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继续码字分享下去的动力。下周5再见咯，拜拜。